你不是没有什么 EQ 吗？你怎么会惹女孩子喜欢呢？没有朋友，就更需要女朋友。因为一个女朋友能解决所有的男朋友，所有的朋友，对。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信心被打击的时候，你会用另外一种心情让自己励志，就是不放弃自己。七龙珠里面说的，每一次受伤，还有遇到最大的困难，他反过来的能力会越来越强。你把自己的定位抓得很准，就是那种好胜心也蛮强，就觉得还是希望赢，还是希望有点认可。全听你说。你模仿哦，恶搞，你不怕踩到一点点雷区吗？会的，有时候也不怎么掌握得罪人？有2个吧，第一个，小心不要伤害到人家的自尊心，有时候是会提前问他的。哦 ，OK。然后志伟哥教导的，你恶搞他之后，你要捧他起来，不是故意的把他踩到底。对。所以你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认识到曾志伟，才开始开拓你其他的演艺之路？那个时候也是 TVB 做完少儿节目之后，有一个经理，那个时候他就来看过我的舞台剧，然后就介绍给我，把我介绍给剧组的人，然后我开始剧组演一些比较搞怪啊、好玩的角色呀。后来是林晓峰师兄跟钱嘉乐师兄知道有我的存在，然后新一季的奖门人要来了。一般志伟哥都喜欢找一些新人嘛，然后他就问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人啊这样子。钱嘉乐跟林晓峰就把我推荐给志伟哥，然后我就加入了奖门人这个节目了。那也就等于算是你人生开始要一路开花的一个阶段了。可以这么说，那年真的疯狂了，基本上很多事情就对在一年了。还有你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贵人是郭靖安。哦，是，那个时候是从少儿节目以外第一个找我去参与的电视剧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前面还有一些跑龙套的，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重的，就是找我去幕后代唱，然后他也非常好。他在各种访问里面也说，这个其实是我们 TVB 一个同事叫王祖蓝。后来就开始有人把我扒出来了，扒出来之后就开始后面就越来越多工作了。结果后来你人生就一路升华，一路开挂，去到中国的演艺圈，然后就开始有模仿秀、跑男，那个时候就等于算是你人生最开始爆红的阶段了。那个时候是综艺节目最火爆的时候，我们也刚好赶上那个时间。其实第一个教我的中国内地的节目叫《百变大咖秀》，那个时候就有一帮湖南卫视的导演看过我《全家福禄寿》，后来就把我介绍给洪涛老师，就做了《百变大咖秀》。后来在节目里面遇到了洪孝导演，我们就一拍即合，就后来就成就了《生生不息》这个节目。这个是后来的这个《生生不息》，这就一路走来就是这样了，从《全家福禄寿》、《百变大咖秀》，然后到《生生不息》。然后跑男其实就是户外的奖门人，呀，他就好像一个 circle 这样。因为后期你也有回来当这个 TVB 的创意总监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，就等于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大湾区的文化让大家更深一层的，是的，了解跟深入民心。所以在内地的这个跑男或者是在内地你在做模仿的时候，刚开始你一个人，应该说你一个人进去吗？综艺那个时候好像比较少，那个时候他们比较流行的是小品就是一些短剧啊等等了，就是也是比较认真的喜剧来的，就还是有点包袱。但后来我们就是玩泥潭啊，对，然后又怎么化个丑妆啊等等。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中国内地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是第一波进去，就是可以说开启了不一样的综艺的一个玩法。那个年代没有的时候，我们是比较吃香的，所以
每一个节目里面可能都有1、2个港台艺人，把不同地方的那个味道都带进来。这就是港人的精神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们很努力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我从来不敢在你面前问你艺人该不该努力。这个在香港人的内心，你会觉得都活着不就是要努力吗？但还要问吗？这种东西，一个是你可以说是大湾区都是这样拼出来的，然后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非常非常的努力拼搏，非常耐苦。对。然后 TVB， 你经过了 TVB 的训练以后，啥都不怕。那也就是说 ，TVB 的艺人最能够代表大湾和香港的人情风情。大湾区艺人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这种灵活多变、耐苦的特质优点。我千万不要废掉自己最好的东西。对，最后啊，我再问一下，当初追你老婆的时候难追吗？难。我昨天才刚好翻到你的一个资料，因为你追得很辛苦，间中还分手了3年。我们的爱情就是无间道，3年又3年，3年又3年。我们先讲第一个3年分手，你是想要让他知道值不值得？以前追一个女生会耍心机啊什么的，就觉得你要精神上控制她啥的，但是后来整个人长大有一点点改变，就觉得反过来不是，你走呗。第一，我不想控制你，因为他刚选完美回来，真的什么男生都没见过。就如果只有我一个的话，就觉得是最好，因为这个整个地球，这可能对他来说只有我一个。没比较过，你对，没比较过，那你不如出去也看看。然后那个时候他事业上也是刚开始，我没理由去夺去你的事业。他也觉得那个时候父母应该也会反对啊，然后他自己也不确定那种是友情还是爱情啊，那种也没分清楚，就先缓一缓，先缓一缓，所以就也没有说我期待3年之后再追你，没有的，是完全没有的。然后之后这3年怎么又再回来？那个时候我们香港有个地方叫艺人之家，就叫我们去北美有些活动，本来就叫我跟他还有另外几个艺人一起去，然后我就想，我用了3年去忘记你，如果我旧情复燃怎么办？然后我就叫了 TVB 的一些朋友，安排一个节目让他到内地去拍，他就不用跟我去北美了，他就答应了，结果就没去了。后来他答应了没多久，那个是跳舞节目来的，他有一天从床上第一步下床，他脚就崴了，他完全就是睡觉醒了，脚崴了，他都没想到。结果他就说，我脚崴了，去不了那个跳舞的节目，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去北美吧。结果就真的旧情复燃了。不然那个时候你一定还有感觉，所以因为如果都是普通人，就见面就算了嘛，你们彼此都有感觉，所以是见不了面。一见面的这个就是一时天雷勾动地火。但是比较好的就是，如果刚开始的时候你单独约我见面，我单独约你见面，肯定都是最好的一面给他看的，不好的不会让他看的。但这3年，因为都是普通朋友，基本上要看的大部分都看过了，所以才知道究竟是不是喜欢那个真实的他，而不是喜欢一个印象中的他。所以在确定了之后，我相信从头到尾他的身高都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压力，他不是普通的高，他还比普通女人高。但是后来也想想，我表白也不会失去什么呀。因为我不表白也是没有，我表白哪怕是10%也是有机会有这个感情。你怎么跟他表白的？写信啊。你有写信的那个年代？写歌呀。写歌。画画呀。写歌，你有做一首歌给他？有一首歌，本来那个时候我有一部电影叫《矮仔多情》，就是我跟 Angelababy 啊，还有几个女演员一起拍的。那个时候导演就叫我写一首歌。作曲是有人做的，我只是写词，然后就说你想象戏里面对 baby 的那种感觉，你就写进去。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想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把我对他的感觉写进去。然后去完北美，我还记得我是在北美那几天写的，在酒店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2个男生住在一个房间嘛，
一个男生就在那边呼呼大睡，然后我在那边就凌晨写歌词，写了2-3个小时就写完了。写完之后就觉得，哎，不要影响我们北美的行程。办完北美的事情回香港，我就让他听了。然后那个时候还有蔡少芬，我说我们又旧情复燃了，但是我又不确定他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。然后蔡少芬跟我说，如果他再不愿意，直接跟他说，朋友都别做。然后我就听了蔡少芬的，去跟他说，如果你再不跟我一起，我们朋友都别做。然后他会回去考虑。当然，我的语气不是这样了。是，但是我觉得你好讨厌，你又再次的用才华去攻陷人家，只有这些了，我没有别的了，就很浪漫，钱买不到的啊。哎，才华、幽默是这世界上买不到的，还有甜美的回忆。然后他就考虑了之后多久给你答案？好像几天吧。他约了我不知道几天之后出来约我去看星星，我就有点怕了。他究竟是想断绝来往，还是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呢？那个时候我是安静到我什么都不吃。你怕？我是想安心的去思想这件事情。我是拍一个儿歌的 MV， 那天晚上我去见他的，等着宣判就对了。对，讲什么？很纠结，结果就说哦在一起了这样子。然后就有报道就写父母的不赞同，也让你很多的压力。这肯定啊，她是一个华裔小姐冠军，所以哎。然后又是家中独女。她还有个妹妹，但是她妹妹比她小11年，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算是独女，所以就真的是掌上明珠，真的掌上。所以那个时候是被拒绝的，所以才会经过岳父岳母的那个挑战，说3年之后看一看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。他说3年之内不能谈婚论嫁，他要看3年这个人有没有让我女儿变坏，然后他不想在媒体上面有任何不好的新闻，所以那3年我们非常非常低调。你自己的压力一定很大吧？也没有，就是光一个很纯粹的爱情，他不能犯错，他有要有一个时间线，要给人。可能幸福到我忘记了。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中间有几次就是那些杂志报了一些不太好的新闻，因为家人不是这一行，就所有亲戚朋友就会打电话给他，然后他们就会打电话来问我，但是问题是。杂志都是假的嘛？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对着媒体一些假新闻，我们很无奈，就是你一支笔，你写啥都可以，你可以完全不负责任，但是对我们带来的伤害，不只是对我个人带来的伤害，是对我们家人，还有所有我们认识的人中间的那种误会啊等等啊，我们要挨个一个一个这样去解释哎，所以那个时候是凡是这种就是哎呀，一看到就知道，我知道自己不是自己的错。但是会反射。那你的婚姻里头，你的太太对你的安全感是100%的吗？信任度就是我先说一件事情，不要信我。就是如果你相信我，就是我能欺骗你的机会了。哎，你不相信就永远不能欺骗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经常跟老婆说，不要相信我，你看着我，我就没那么容易出错。嗯哼，对。所以你就他怎么看着你呢？到处跟着你吗？经常报告啊，然后基本上我的手机，我基本上啥他都知道，然后我身边都是我们一起的工作人员，我的助理就是他的助理，我的经纪人就是他的经纪人，所以都无所谓。OK， 你们坦诚不公了，我觉得这样讲开了，他也就不理你了。广东话有一句话叫"见光死，见光死"，他曝光了，他就没了。最后想请问你，你当初怎么去跟他求婚的？真的是在 TVB 啊。对，台庆啊，你是准备好的是吗？你就是让他没退路的那种。其实那个时候也有人说，哎，他们早就预备好了，爸爸。如果你是成熟的情侣，你们真的有想过未来，怎么可能没有聊过将来怎么样？当然，感觉都是希望往婚姻的那条路去想嘛。但是仪式感还是需要的。对啊，那仪式感就真的是惊喜来的。他真不知道，那个时候还想过。不如去澳门啊，骗他我们有个演出啊，然后把所有我们认识的朋友都放到那边去，一打开那个剧场的门就看到都是我们认识的人，然后开心不？然后后来发现我们的朋友大部分是艺人，然后档期都很满，怎么可能凑在一起呢？
然后后来志伟哥很积极嘛，也帮我想嘛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怕他以为是搞笑的，我出来，我们把他爸爸妈妈带过来，然后就把阿姨叔叔就带到这边去，那个时候还是阿姨叔叔嘛，就带到 TVB 去，那出来就知道真的是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婚姻有仪式感，那在婚姻里头要如何保鲜呢？我们头2年都是2人世界，哪怕工作再忙，我也会把2个人相处的时间放到我的时间表里面。我一旦定了，别的工作都别碰。然后到现在生了孩子之后也是一样，有些人有孩子之后，完全没有2人世界，我不会的。我会就跟他，比如说结婚周年，必须2个人都单独出去旅行一下，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也要一起看电影啊，一起什么。还看星星吗？还要看星星。比如说那天去了超联的婚礼，其实去了巴厘岛嘛，其实也是2个人，有时候晚上就去了婚礼之后，也是看着星星，也是在聊啊，星星真的很美，然后再想起当年星星啊等等的那种。还有你说如果保鲜，我记得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，他就问了一句话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拍拖谈恋爱6年了，那个婚姻辅导就说，你觉得你现在跟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的感情打了几折？我说可能6、7折吧。6年6折，再过6年呢，6折的6折，再过6年呢，6折的6折的6折。因为他也知道我们的故事，他就说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想，当年你是怎么排除万难才能走到一起，永远要珍惜刚开始的那种感觉。我的过去是带给我现在的幸福，我看到他现在这样，就觉得当年值得。所以你的太太对你影响最大的，除了是给你一段幸福的婚姻、2个宝贝的孩子以外，也把你的脾气给改好了。很厉害。你是一个暴躁脾气的人。对，以前比如说写剧本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写到一半电脑坏了，然后写完半个剧本没了，我会直接就地砸碎那个电脑的人来的。然后如果手机突然间有一点很重要的信息，直接就扔手机的那种来的。然后呢，太太让你把这个脾气都收敛掉，她怎么做到的？本来想跟他吵架，他都不吵了，我吵来干嘛呢？他都没反应。她怎么做到没反应啊？比如说你去闹他要不就是委屈，或者是真的自己躲在一边哭。哎呦，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就不好嘛？我就真的觉得自己不对嘛。后来就学习他一模一样，就觉得别浪费时间在吵架。人家说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吗？生活一定有一些大东西我们不说，大方向的生气不说，小事情的一地鸡毛是生活最磨碎婚姻的一些。问题是小事情有没有滚成雪球？就是不要等到它滚成一个大雪球的时候你才去解决。小事情是多的，每天都解决一些小事情，不要等。那基本上我们每天睡前也会问一声今天你怎样啊，有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。我不一定需要知道你整件事情，大概告诉大家我今天开心不开心，主要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俩都会简单的分享，然后基本上能知道每天他感受是怎么样就 OK 了。然后如果有吵架的，基本上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吵架，我们一般就是很生气，能让大家冷静坐下来了，就会问要不要聊过之后，可能大家就觉得大家都有不对，然后大家哭一下，又之后就更好了。我们都是感恩对方的心，有时候可能好像我们为什么相敬如宾的一样，就是我在家里，我老婆帮我拿什么，我也会谢谢；我帮她拿什么，她也会谢谢。但我觉得这种是感谢你的一个表达，不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子，然后小朋友也会每一句话都不会理所当然。我父母帮他做什么，他也会谢谢等等，那这个很好啊。所以你在他们面前，你是一个幽默的爸爸、幽默的老公吗？还是属于比较沉默一点的？因为在外面已经太累了。其实对着我老婆呢，我沉默，她也觉得很好笑。好幸福哦！我的天哪，这傻蜜糖。有时候他讲一个什么，今天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我就给他那种刚刚我说 comment 的那种表情，然后他就你不要看着我，
然后他就笑，就他笑点很低，所以我就比较容易逗他笑。你知道吗？男人要幽默是最难的，而且你知道，你可以让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欢笑声。那个你爱的女人，你皱一个眉头就可以让她开心，像朵花一样笑了一整天，就是幸福。他笑得很美，所以我很喜欢看他笑。对，我们资料撰稿说的，他说老天爷少给你的2样东西都在你老婆身上给到了。他是选美冠军，他身高在比一般女人都高。对，不是他说老天爷什么都给了，那就可以改了我家族的 DNA 了吗？改了我的基因，整个家族的基因都从他开始改了。我现在2个女儿。我去做那个身体检查的时候，医生也说她是同龄的里面基本上是100个最高的那10个。改了吧，基因改了，你是故意的，故意。他4岁已经到我这儿了，那我经常说，真的要陪伴他们，为什么呢？我低头看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真的。他们早晚都要比你高。我老婆说她11岁已经170了，所以11岁170，我现在不是，现在一直都1.62米。那他们2个可能10岁的时候已经这样子了，已经跟我平视了哦。所以你已经在改了你的基因。改了，感谢老婆。然后孩子有没有问为什么妈妈那么高？为什么？不。他说我矮还好，他的中文也没到那么好。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妈妈好长，你很短哦。”我说是矮，没有是短。我说矮，他就小朋友还是那个概念还是搞不清，哎，好搞笑。所以你对自己的事业或者是香港，甚至于什么有些什么特别的展望吗？其实现在我已经半退到幕后了。我现在比如说做管理啊等等比较多，然后很希望，比如说当初有一些贵人，像志伟哥，像很多 TVB 以前的人，像我以前的老师等，人生当中我能数出无数个在我生命中的贵人，所以如果我能成为别人生命中其中一个，已经很开心，是我的荣幸。你想要成就他们？对啊，所以最近比如说做生生不息，做很多不同的内地跟香港交流的节目，经常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现在香港娱乐圈是不是青黄不接啊等等？我觉得不是啊，最近很多年轻出来的，如果他有足够大的舞台让他们发挥，他们是非常受欢迎的。所以看到他们值得被看见的人被看见，是最值得的。所以你很愿意当那一座桥梁。你在2014年的时候先去内地发展了，是，然后你希望把这个大湾区的文化做一墩桥梁，让大家做一个大融合、大团结。感恩是心态，回馈是行动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责任应该这样，因为我也是从这里得到很多东西，所以现在我们也应该把这个幸福分享给其他人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地来到了香港，能够访问到祖蓝呢，因为读了很多你的一些专访。最重要的是，知道你是属于一个文青，文青。在我要结束之前，我只想要问你，唱歌跟演戏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唱歌跟主持，唱歌跟京剧，京剧。好嘞，我们特地准备了，真的中了，小小的一个惊喜的礼物送给你。是跟戏曲有关啊。特地因为知道你是一个文青少年，我们还说觉得有一点像你很可爱。这个 design 很好哎。这个是一个我们新加坡的一个特殊需求的朋友的一些作品。谢谢。好，希望这个小小手信能够让你记得我们曾经来到香港，备受欢迎了一回。哎呀，谢谢香港欢迎你们，香港欢迎你们，谢谢。我想问一下祖蓝，你怎么会接受我们的访问呢？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你这么忙，而且你飞来这样接受访问。第一，交个朋友；第二，香港欢迎你们。So sweet。真的，如果大家能来这边，然后看看香港，从我的故事里面也认识一下不同的香港的朋友，那也挺好啊。
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。